美联储一直警惕消费者快没钱了，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与普遍看法相反，美国家庭并没有入不敷出，耗尽储蓄或在绝望中转向信用卡。另外，德意志银行估计今年第三季度美国银行业未实现损失很有可能超过7000亿美元，高于2022年第三季度的峰值6899亿美元。最后，我们观察到业内人士认为，反垄断诉讼不太可能损害谷歌的业务，最坏的情况下，即使谷歌被分拆，反而可能最终成为一种积极的催化剂。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财经老师说，带您用宏观经济解读世界金融市场。如果您也有不动产买卖相关问题，以及股市投资经验的看法分享，都欢迎留言或私讯我们。另外，我会不定期在社群贴文分享近期不错的房产物件和值得注意的类股以及投资个股。如果您也喜欢这样的内容，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通知哦。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吧。一年多来，不少经济学家宣称，在通胀肆虐的同时，美国消费者耗尽疫情期间收到的财政现金补贴后，钱包几乎已经被掏空了，因此经济衰退指日可待。然而，美国家庭一次又一次地给经济学家打脸，证明这些预测是错误的。而现在政府对个人收入和储蓄数据进行了重大修订，从而揭示了打脸背后的原因。修订后的数据显示，自2019年以来，消费者的收入增加了约4000亿美元，支出也比之前报告的更加谨慎。更重要的是，这些修订确认了家庭在大流行期间积累的大量储蓄缓冲基本保持不变。从数字上来看，美国人每年的储蓄比疫情爆发前少了1000亿美元，这令人担忧，但并不像最初报道的减少8300亿美元那么严重。由于修正幅度如此之大，许多经济学家仍在预测的经济衰退可能会再次推迟，或者甚至压根不会发生。美联储高估的幅度是巨大的，其分析显示，美国消费者的超额储蓄似乎每个月都在稳步减少1500亿美元。如果确实如此，美国家庭的支出轨迹不可避免的会导致银行账户空空如也，信用卡被刷爆。美联储此前分析预测超额储蓄会在8月份耗尽。现在的好消息是，不仅家庭拥有更大的现金缓冲，而且超额储蓄几乎没有下降，这意味着消费者的支出并没有像想象中的那样不正常。近期零售销售的强劲势头和信用卡使用量的增长也显得更加乐观了。因为如果超额储蓄真的几乎荡然无存，但消费者却还在继续花钱，那么创纪录的信用卡债务就是一个定时炸弹。但是，一旦家庭仍然拥有数万亿美元的现金，那很明显支出和收入是匹配的。信用卡使用量的增加反而表明，消费者对收入增长持乐观态度。全面的数据修正也证实了这种乐观情绪。报告显示，过去2年，个人收入的增长速度比最初报告的要快。个人收入较高且增长较快，意味着高水平的消费者债务是由于人们更愿意进行大额超前购买。总的来说，与普遍看法相反，消费者并没有入不敷出耗尽积蓄，也没有在绝望中求助于信用卡。所谓的消费者定时炸弹没有迫在眉睫，也没有理由预期很快就会出现消费不足引发的衰退。当大类资产价格之锚创纪录飙升，美国银行业为了利率所承担的压力陡增。通过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数据，德意志银行估计今年第三季度美国银行业未实现损失很有可能超过7000亿美元，高于2022年第三季度的峰值6899亿美元。本季度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上升了70多个基点。此外，在第二季度，美国银行业持有5.436万亿美元的债务证券，主要是机构抵押贷款和国债。如果仅仅假设10年期美债的关键利率9期为 3.5， 那么如果其他一切都不变，这些证券在本季度将会损失1400亿美元的价值。高盛银行交易员 Sir 插在其最新的每日简报中提到了今年初的银行业危机。他说，昨天我们看到了一场完美风暴，长期收益率走高，信贷息差扩大，股市下跌。我认为许多人得出的启示是，当这3件事成为是实时，金融类股就没有多少安全了。因此，高盛的交易部门重新把很多注意力集中在银行上，但不是出于好的理由，是市场认为我们将迎来另一个2023年3月
小型银行倒闭的风险。虽然最近的很多讨论都是围绕证券投资组合损失以及调整后的资本比率，但我们认为到目前为止，大多数有根据的讨论都不是关于存在的风险，而是关于持续的流动性压力和盈利能力的消耗。如果存款定价继续走高，银行将更加关注优化资产负债表、出售证券和贷款。随着资本压力开始增大，银行一直在牺牲损益来改善资本结果。自2022年第3季度以来，美国4大行每个季度都购买了大量的信用违约互换，以符合更好的监管资本处理标准。购买的 CDS 数量同比增长了 47%， 而证券余额在此期间也下降了。另外，尽管股市还没有反应，美国大银行的违约掉期已经急剧扩大。谷歌世纪反垄断案还在继续，多年盟友苹果疑似跑路，而投资者摩拳擦掌，准备抄底谷歌。10月5日有报道称，苹果希望采用 DuckDuckGo 作为 Safari 的隐私模式默认搜索引擎，取代原有的谷歌搜索。早些时候，负责审理该案的法官让以上两人在非公开法庭上作证，但此后裁定该证词涉及案件核心应该被公开。谷歌正面临问世25年来最严峻威胁的世纪反垄断案。美国司法部称，谷歌未成为网络浏览器和智能手机的默认搜索引擎，向苹果和其他公司支付了数十亿美元。9月22日周五 ，John Giannandrea 作证时表示，最新发布的苹果 iOS 17操作系统更新已添加一个设置，方便用户在隐私模式上网时选择谷歌之外的搜索引擎。另有报道称，谷歌目前每年支付给苹果的金额超过150亿美元，可能接近200亿美元，但这些金额被两家公司称为商业机密而不予公开。苹果对于搜索领域的意义毋庸置疑， iPhone 占据了美国智能手机的大部分份额，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也占据了很大份额。在美国，大约 35% 的网页浏览和 20% 的欧洲及世界范围内的网页浏览都是通过 Safari 完成的。但对于市场而言，谷歌反垄断案更多的意义在于，投资者可以更便宜的价格入手谷歌。今年以来 Alphabet 的股价飙升了 51%， 比9月份的高点还低不到 4%， 而亚马逊和苹果的股价较近期高点下跌了 12% 以上。尽管谷歌在人工智能竞赛起跑时表现欠佳，但其主要业务实际上并未受到过多影响。数字广告需求的复苏也在帮助推高谷歌的收入和盈利能力预期。分析师对2024年利润的预测在过去3个月里上升了 7.8%， 而对销售额的预测上升了 1.9%。 业内人士表示，与许多最大的互联网和科技股不同， Alphabet 的估值并不高的离谱，该股市盈率不到20倍，低于纳斯达克100指数，也低于该股过去10年的平均市盈率。相比之下，苹果和微软的股价高于市场和他们自己的历史。业内人士表示，与许多最大的互联网和科技股不同， Alphabet 的估值并不高的离谱，该股市盈率不到20倍，低于纳斯达克100指数，也低于该股过去10年的平均市盈率。相比之下，苹果和微软的股价高于市场和他们自己的历史。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反垄断诉讼不太可能损害该公司的业务，最坏的情况反而可能最终成为一种积极的催化剂。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分享到这里。你也喜欢用宏观经济看全球投资的机会吗？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内容，记得帮我点赞以及订阅分享， YouTube 的大数据就会再推荐类似的影片给你哦。那我们下一支影片见了，拜拜。